好，各位同学，首先我们先进入我们的主题一啊。这个主题一呢，主要是等比数列搭配等差数列的类型的题目。那这类的题目呢，蛮常使用的是等差中项跟等比中项的概念。比如说呢，今天呢，如果说 A、B、C 三数呢，它是成等差的话，我们就想到呢，等差中项小 b 哦，刚好就是头尾两项的算术平均数。那如果说 A、B、C 三项呢，它是成等比的话呢，那中间这一项的平方刚好是头尾相乘，那这个 b 呢，也可以看成是这个 a 跟 c 的这个几何平均数但是它有负的可能会有负的。好，所以以这里来说，我们呢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a、b、c 是等于512。那刚刚我们说嘛，对，这是成等比。那这个 AC 呢刚好是 b 平方，所以呢这是 b 的3次方等于512所以呢这个小 b 呢就是等于8马上得到这个条件。然后再来第二个呢，他说呢分别去减掉3个数之后成等差。好，那我们有想到呢等差中项的概念中间项 b 减19的2倍，刚好就是头尾两数的相加 a 减1再加上 c 减1，对吧？所以呢这个是 a 加 c 减2。左边是2b 减掉38好，那最后呢，题目要的是什么？题目要的是 a 加 b 加 c， 那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左右两边同时加一个 b 就好了。那事实上 b 就是8了OK， 所以呢这边呢我们也可以得到呢 a 加 b 加 c就是等于 3b 再去减掉36，所以呢8、3、24嘛，所以呢这个最后呢 a 加 b 加 c 呢就是等于-12这个答案。好，同样的主题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题第二题的这个题目呢，也刚好跟第一题是反过来它先给你3正数呢成等差，和是45，然后呢说呢这3数呢是分别加上29跟28之后是成等比好，同学，那第一个条件呢，我们就马上想到呢，我们今天3数的和 a 加 b 加 c 是45因为3数成等差嘛，所以 a 加 c 就是 2b， 所以等号左边就是 3b 等于45，所以呢 b 呢就等于多少 ？b 等于15，好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那第二个条件呢，分别加上29、28成等比，所以代表说我中间项 b 加上9的平方就是头尾两项相乘那头尾两项分别是 a 加2，然后呢再乘上 c 加上28。好，当然你会发现这个变数太多了我们刚刚的中间这一项呢，小 b 已经算出来，所以呢你就不妨呢假设小 a 是15减掉一个公差，然后呢小 c 呢是15呢再加一个公差，然后呢我们把这3个条件呢把它带进去好，所以呢，等号左边呢就是变多少？15加9 24的平方。等号右边呢，这个是17减 d， 然后再乘上呢15加28 43加 d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解这个2次方程式。等号左边呢24的平方是576，等号呢右边17乘上43731，然后一次项的部分减 43d 加上 17d减 26d， 然后呢减掉 d 平方。好，一项整理一下 ，d 平方加上26。d， 然后呢，这样子一项减过来呢是减掉155等于0。好，因式分解11这个5 31，正大负小，所以呢 d 减5再乘上 d 加上31等于0，所以呢 d 是等于5或是负的31。那我今天是3正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负31就不合了所以呢，我们最后呢，我们的小 a、小 b、小 c 呢，就是什么就是呢，这个10、15跟20这个答案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3题。他说呢，已经知道 k 是实数，而且呢，这个方程式这3个根是成等比数列求这个 k 等于多少？那同学，你看到3根成等比的话呢，那我们当然一定会想到我们的韦达定理就是根与系数的关系。你可以呢，假设呢，你可以令3根叫做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，对不对？好，那3根成等比，那这边你要想到相乘的才可以用到等比中项的概念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阿尔法乘上贝塔乘上伽马呢，就是这个负的 a 分之 d 负的1分之负8等于8。好，那等号左边呢这个是乘 GP 嘛，这个成等比，所以呢等号左边就是贝塔的3次方，所以你可以发现呢，我其中一个贝塔呢，它的这个值呢一定是2。因为贝塔是它的这个3个根呢是成等比数列，它是个实数的方程式这贝塔是2。好，那最后呢，你不用再辛苦的把阿尔法、伽马想办法再用这个实式这个条件求出来，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我已经求出这个根了，我就把它带回就好了。我就把这个贝塔呢带回到这个方程式里面，我就可以求 k 了好，所以呢这边变成2的3次方再加上4k。
然后再加上28，再减8等于0。好，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把 k 算出来，这个28，所以呢 k 呢是等于-7哦，这个答案哦，你不用真的说把3根求出来，但你要求也是可以的哦，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4题啊。第4题给你3个条件 ，a、b、c 成等比啊 ，a、x、b 成等差 ，b、y、c 成等差。好，同学，反正呢，我们就先照等差中项或等比中项的条件呢，先列出我们可以使用的条件啊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得到 b 平方等于 ac 嘛，哦，然后呢，再来呢，第二个呢就是 2x 呢是等于 a 加 b 这个条件。那第三个呢就是 2y 啊是等于 b 加 c 啊这个条件。然后这个条件呢，3个条件先把它列出来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呢 ，a 去除以 x， 再加上 c 去除以 y 啊，是我们要求的。那我们现在想办法呢，先把变数呢变得比较简单一点。那显然呢，我们这边换的变数呢是 x y， 啊，把这个圆呢把它换掉啊。那这个 x 呢，把它换成是2分之 a 加 b， 那 y 呢，把它换成是2分之 b 加 c。好，那你稍微整理一下啊，那就相当于是2倍的啊，2倍的。这个2呢，你可以把它提到前面来啊，a 去除以 a 加 b， 好，再加上c 去除以 b 加 c。好，那你会发现我们还是有第一个条件，b 平方等于 ac 还没用。那这两个呢，是否可以合并起来呢？好，我们再稍微处理一下。首先呢，前面这个我分子分母呢去同除以 a， 所以就变成1，然后1再加上 a 分之b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呢，后面这个呢，我同除以 c 啊 ，c 去把它同除以 c， 同除以 c 之后呢是1，然后这个c 分之 b 再加上1这个式子变这样变这样。好，那同学你会发现题目是设计好了 ，a 分之 b 跟 c 分之 b， 有什么关系呢？从第一个这个条件呢，你可以发现就是呢，我们的 a 分之 b 啊，它其实呢是这个 b 分之 c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呢其实互为导数这两个互为导数那它这个类型呢，就很像是你这个是 k， 这个是 k 分之1的感觉。好，那同学，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常用的式子大家特别留意一下，1加 k 分之1再加上这个1加上 k 分之1。好，那你借由分子分母同乘 k 之后呢，再把它加起来，你就会发现呢，它其实是等于1，它其实等于1。好，这时候分子分母会一样，所以呢，这个合并完之后就会是1。所以呢，这边呢答案呢就是2乘1等于2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答案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主题的第5题最后一题他说已经知道一个4个数呢成等比数列，那前3数的乘积是1。好，同学，那光靠这个条件呢，我就可以知道中间呢一定是1因为你同学你看一下，比如说这个4数呢叫做 a b c d， 对不对？好，你光看3个条件，然后这3个相乘了 a 乘 b 乘 c 等于1，你就可以推出来呢 b 的3次方是等于1所以又可以推出来 b 是等于1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这个呢就是1。然后呢，当然我们就顺便假设呢，这个 c 就是 r， 然后呢 d 就是 r 平方，因为它4个数成等比，对，好，直接呢令这3数呢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呢后3数的和是9分之7，那我就可以很轻松的把 r 算出来了因为 r 平方再加上 r 加上1等于多少？等于9分之7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项过来 r 平方再加上 r 再加上9分之2等于0。那这很明显呢就是3分之1乘3分之2啦，因为相加会等于1嘛，1 3分之1 3分之2相乘相加等于1，所以呢 r 再加上3分之1再乘上 r 加上3分之2就会等于0，所以 r 呢就是等于负的3分之1或负的3分之2这两个答案所以其实不是很困难大家只要观念清楚，其实很快就可以解出这一题了。If you like my video, don't forget to like, subscribe, and share!